千鸟卫招人，不论男女，不论出身。这告示贴了3日，看的人多，接的人没有。那是陛下新设的卫所，只听圣令。可掌事的2位，一位是丞相家的小姐，另一位是金枝郡主。就是那位横行京城的纨绔郡主，谁敢去他手底下当差？我现在算明白了，这帮大人为何痛痛快快把千鸟卫给了你。一个是你这恶名，一个是主事的，是咱们2个女子。他们等着看笑话呢。你就一点都不着急吗？若是招不到人，咱们2个可就是京城最大的笑话了。你是怕招不到人，还是怕成笑话？当然是怕招不到人了。你知道我爹为什么没有阻止我接任这千鸟卫的副使？他也觉得这千鸟卫不过就是我陪着你过一次嘉奖，他还能卖陛下一个面子。放心，会有人来的。郡主，你说我们是不是这千鸟卫的元老级人物了？你不会说的就是他们4个吧？我们4个怎么了？在京中可没有几个能打得过我们。可以有你们4个，但是不能只有你们4个。就是这里，可把我累惨了。你确定没走错？这里这么大。老秦给的地址就是这儿，错不了。这嗓门怎么这么耳熟？老秦，你在不在？人来了。阿蛮，你们脚程这么快，我还以为你们最快也要3天之后能到达京城。老秦，给你介绍一个人。这次我们能这么快到达京城，多亏了他。这是魏雪琪，雪琪的娘是沧州曹帮的魏掌队，人称魏龙母。这次可是多亏了他们母女帮忙。见过秦姑娘，阿蛮说的严重了，不过是举手之劳。不是秦姑娘，是郡主。这位便是镇北王府的金枝郡主。金枝郡主。别怕，虽然老秦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别从别人的嘴里认识他。曹帮长水路，各州同气连枝，侠义与匪气并存。一个女子能当掌舵，还自称龙母，这位魏掌舵的野心可不简单。这样的人，女儿怎么会是这般胆小的性子？你帮了本郡主的人，本郡主可以给你一个赏赐。不用的，不用的，我娘说了，要不是阿蛮他们帮我们把货物找回来，我们此次可能要大祸临头的。况且我此次进京寻亲，多亏了阿蛮一路护送。能让曹帮大祸临头的货物，那是你们之间的事。我说的话没有收回来的道理。你想好了就告诉阿蛮。郡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阿娇。阿蛮，这是你的姐妹吗？怎么感觉她的断体术练得比你更加厉害？我是阿蛮的姐姐，不过你说的对，阿蛮一拳有100斤重，而我可以打出重200斤的拳。阿蛮，你快教教我你们的断体法。这一路上，旁人见了我们，不是皱眉就是绕道，还是头一回有人这么稀罕我们这身力气。郡主的人果然不同凡响。崔副使，第一批千鸟卫就位。他到底从哪儿找来的这些人？一拳200斤。这是崔莹，崔丞相嫡女，如今是咱们千鸟卫的副使。都来见过崔副使。见过崔副使。不必多礼，以后我们见识同僚了。要开始考核了吗？你知道权力最大的魅力是什么？什么？权力最大的魅力就是可以制定规则。我的人自然不用考。你不是最想跟云雀切磋切磋？今日大家都在，不如来一场如何？求之不得。嘿，云雀，接招！嘿。这要是千鸟卫的最低标准，往后谁还敢来投考？
果然，老秦说没错，我打不过你。等我练些时日，再与你比上一场。好，我等你。请问这里是千鸟司吗？你有什么事？我是来考千鸟位的。进。郡主，有人来考千鸟位。你有何才能？要考文职还是武职？不知仵作算文职还是武职？你是仵作？你为什么要当仵作？没有为什么，家传的行当。谁规定这行当只有男子做的？女子想做，做了便是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你的考核由我亲自监考，不过考场不在这儿，晚点会有人通知你。民女白娟娟参见郡主。云锦，带她去吃饭，多吃些。我第一次见到女仵作，她竟然敢碰尸体，胆子也太大了。你不敢？我当然不敢了，那可是尸体，看见都要做噩梦的。那你晚上跟我走，干什么去？带你去碰尸体。加上胡阿蛮他们，也才20几人。你就一点都不着急？有什么可着急的？你这京城第一贵女的影响力还没开始呢。过些时日，千鸟司门槛都得被人踏破。我现在装晕还来得及吗？崔大人，郡主有请。我自己能走哎！我们这样挖人家的坟不好吧？怎么总觉得背后凉飕飕飕的？今日的饭食还算可口。我从来没有吃得这么饱过。云锦姑娘今日给我添了好几回饭，我到现在肚皮都是圆鼓鼓的。若民女能考上千鸟位，定好好为郡主办事。吃这么多会吐吗？郡主，开了。别管我，让我回。郡主，我能把尸体搬出来吗？在棺材里我不好动手。两位姑娘还是后退一些。尸身腐了些时日，沾上晦气，别脏了你们的衣裳。今晚之后，我再不轻看任何人。这便是你的考题。郡主，这具尸身上头有人验过，只验了个大概。只要我验的比他多，郡主一定肯要我。你最好睁开眼睛，否则这具尸体会出现在你的后花园。魔鬼，大魔鬼！我就说他怎么可能跟善良沾边？捂着先，别看膝上，看他的手。居于高位，连具尸体都见不得，还有什么出息？郡主，这个人是颅内出血而亡，应该是先被人击打太阳穴，昏迷摔倒在地，随后被人连砸后脑而死。还有，他死前应该服用过菊阳散。菊阳散是什么？菊阳散是给那些偏好南风的男子，助兴用的。你说他喜欢男人？你接着说。长期服用菊阳散会损害身体，舌头还有男人那东西上都会有花状的红斑，眼睛会呈粉红色。可惜这3样器官都没有了，不然我可以判断出他服用了多久。好一个泄愤，剜眼割舌去子孙根，桩桩件件，原来都是在销毁证据。自知跟剜掉这些器官的，可是出自同一人之手。根据刀口和血液凝固的时间来看，是一个人动的手，也不全是。尸体左臂的初始伤口，应该还有一个人动手。结合尸体的情况，应该是个力气有些小的男人。
让底下的人去查，李密与什么男子来往密切。是。李密死前正与那人私会，起了争执，被人打死。剜去的不是血肉，是他断袖的凭据。李尚书拦着不肯让人细查，护的就是这个。儿子是断袖，一旦传出去，李家声誉难保。他那刑部尚书的位子，只怕也坐不稳。可韦子明在这里头又算个什么角色？若伤口皆出自一人之手，那人便是听令动手。能调得动韦子明的，除了韦家人，必到位高权重。私生女大着肚子养在城外，儿子又是个断袖。李大人这份心性，怪不得做了这么多年刑部尚书。明日入职千鸟卫，有什么问题就找崔副使。多谢郡主。白姑娘，白日里是我小瞧你了。崔大人不嫌民女晦气，就够了。云锦，你送白娟娟跟崔莹回去，这团迷雾只差一层窗纸了。云雀，随我去会会当事人。你爹看起来挺疼你的，这么怕你死，连你这与人无媒苟合的肚子，他都肯保着。云雀，把他嘴里的布条扯下来。你也别想着咬舌自插，咬舌自治都是骗人的，你死不了，只会疼。你什么人？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上回你寻死寻得那样决绝，仆人们却个个熟门熟路，想来不是头一回了。你不爱这孩子，回回寻死都带着他。可你爹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偏偏要保他，这怎么看都不对劲。回答我，我给你一个死的机会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会毁了李家的人。那真是老天开眼。你肚子里孩子是谁？我敢说，你敢听吗？这天下没有什么是我秦京之不敢的。秦京之，镇北王府那位小郡主，苍天有眼，毁了李家，毁了李家，我就告诉你，如你所愿。我肚子里是二皇子的种。龙种啊，难怪李朝保你这一胎，保得连体面都不要了。你不是他的女儿，你是他的登鱼梯。我求过他，我跪着求过他，他说李家的女儿没有自己。云雀，把匕首给他。我会化作厉鬼，日日诅咒李氏一族。我诅咒所有李氏族人，世世无一善终，永堕阎罗。毁了，如你所愿。郡主，李家宫里不是还有位李昭仪吗？九嫔之首，膝下只有2位公主，将来不管谁坐上那个位置，李家都沾不上光。所以最稳妥的法子是再压一位皇子。可二皇子不是只爱游山玩水吗？游山玩水，娶个五品小官的女儿，再跟太子称兄道弟，谁看了都说他对那位置没兴趣，连皇祖父、皇祖母都对他另眼相待。这京城里的人演技一个比一个精湛，可这孩子要值钱，就得是嫡子。二皇子府里还坐着一位正妃，庆功宴上那位皇子妃，气色红润，瞧着康健。是啊，
怎么看都不像命短的人，所以他离没了的日子恐怕不远了。子嗣艰难，夫妻恩爱，恐怕也都是演的。没有子嗣的皇子，连争的资格都没有。如今筹码没了，如今李家跟二皇子还能是盟友吗？安排人到二皇子妃身边去。崔大人，外头有人求见。这个时辰，谁会来千鸟司找我？崔小姐，诸位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崔小姐，我们见了告示，听闻千鸟司无论男女都可以参加考核，一旦通过，进了千鸟司就是官绅，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如各位所见，承蒙陛下爱重，如今我已是4品官绅。崔小姐考核有嫡庶之分吗？崔小姐，是不是有了官绅，婚嫁便可自己做主？诸位，千鸟卫的考核只看才华，不看出身。只要你能通过考核，千鸟卫最低的官职也是9品。只要是官绅，那么你的婚嫁便可以璀璨而做主。原来我不过是个噱头，一个保证，能让他们冒大不韪走进这里的，从来不是我崔莹的名头，是郡主给了他们把握命运的权利。今日千鸟卫文职考核分5科：贴经、墨译、诗赋、事务策、经义。这是男子科考的题目，早知如此，我便不该来逞这个情。好啊，终于有人肯考一考我们对国家大事的见解。这样的考核，我们的才华不会因为是女子就被埋没。各位，开始吧。千鸟卫的官绅俸禄这么好拿，考官是4位姑娘，过20招，我看20米都用不上。请诸位站到各自考官所对的等候区，能在我4人手下过20招者为合格。如果各位准备好了，那么考核便开始了。请。这位姑娘若是在下手重，伤了姑娘还请见谅。下一位。合格。下一位。邪门4个人，连出招的路数都一模一样。这5支女子通过的太少了，女子考核58人，今日只有1人通过，是不是对女子稍稍宽容些？毕竟云雀几人的武功高深，平常人实在不是对手。我身边不留弱者。可女子这世道中实在不易。这世道可不会因为女子示弱就放过他们。他们想要在这世道上争得一席之地，就要跟男子一样去争去抢。你给他们怜悯，世道便会以其他的方式将他们吞噬。你说的对。你干什么去？给你崔副师的好名声去添砖加瓦。郡主来的正好，刚刚传膳，我去给您加副碗筷。郡主，什么情况？怎么都在？下个月是皇后娘娘的寿诞，往年皇后娘娘身体不好，陛下怕皇后娘娘劳累，只是简单操办。如今娘娘的身体大为好转，陛下想为娘娘大办一场。这不，4位娘娘都想为皇后娘娘筹办寿诞。帝后寿诞，筹办的人能从中大捞一笔，还能借着筹办的名义往宫里塞人，一举两得。
沈明堂急着要一股风头，重述他在宫里的威信。德妃有协理六宫之权，不奇怪。倒是淑妃跟贤妃也掺进来了，如今一个个的心思都活泛起来了。今天什么日子，这么热闹？你来的倒是时候，坐我这里吧，娘娘挨着你，用饭都能多些。德妃说的没错，如今这宫中也就这皮猴能让我心情愉悦些。这德妃倒是会做人。不用了，我坐皇祖父、皇祖母中间，省得有人吃醋。切，在我跟皇后中间加个凳子。郡主一路进宫辛苦，先用些热的。这个你都吃好些了，洪公公，最近1个月别给祖父上这道菜。老奴记下了。我就偷加了这么一块，要不是人多，非得敲他脑壳。我不嫌弃您，我帮您吃。哼。几位娘娘刚才在跟皇祖父、皇祖母聊些什么？我在门口听着，十分热闹。下个月是皇后娘娘的寿诞，本宫想着为皇后娘娘筹备一场，谁知3位妹妹竟然也有同我一样的心意，这不正让娘娘做主呢。郡主，听说你喜欢甜食，这糖藕渍的极好，快尝尝。本宫想着德妃姐姐日常协理六宫已是太过劳累，便想为姐姐分忧。况且皇后娘娘寿诞，本宫也想尽一份心意。皇后凤体山阁，后宫不可无主，请陛下纳淑妃入宫。传本宫诏令，为陛下选秀。若不是杜家逼宫，皇祖母的身体何至于亏成这样？筹办寿诞不是似妃的事。沈贵嫔在这做什么？陛下，您看郡主。金枝说得对，你如今还没有恢复位分，若是让你操办，朝中大臣定会觉得朕在怠慢皇后。太甜了，不好吃。这长大了还开始挑嘴了。来人，把这糖藕撤下去。太医不让你吃甜食，吃点菜吧。德妃娘娘协理六宫太累了，既然德妃累，那就换一个人呗。这要是给德妃累病了，不得说您眼压嫔妃。皇后娘娘，协理六宫是臣妾的荣幸，臣妾怎么会觉得劳累呢？多谢郡主体恤。贤妃不是刚说了，你协理六宫劳累？你要是累，就把协理六宫之权交给他呗。我看贤妃娘娘挺乐意帮你分担的。郡主误会了，本宫只是想尽一副姐妹情谊，绝无其他非分之想。你这皮猴，少拿娘娘们打趣。4位爱妃都善解人意，体恤皇后辛苦，心都是好的。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。皇祖父，不如这样，你这4位爱妃，你最爱哪一位，就让她来办皇祖母的寿诞。皇祖母，我要添饭。给你家郡主添饭。几位娘娘想什么呢？我皇祖父当然最爱我皇祖后了。跟几位娘娘开个玩笑，不会跟金枝一般见识吧？郡主多虑，你自小养在陛下跟娘娘膝下，跟我们皇室的公主也没什么差别，都是自家小辈，开开玩笑无伤大雅。德妃娘娘不生气就好。果然，人年纪越大，心胸越开阔。皇祖母，几位娘娘年纪都大了，举办寿盛也是老一套。这么多年，您第一次办如此盛大的寿诞，
不如换换心意。你这鬼灵精，有什么鬼点子说来听听？不如就让您的儿媳们也操办如何？几位王妃替婆母操办寿诞，倒也是一桩孝心。只是萧川皇子还未娶妻，沈贵嫔怕是又使不上力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主意好，让小辈去办，让他们也尽尽孝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就各自推荐一人，明日来宫中跟金枝商议。是，皇后娘娘。郡主长眼，臣妾们再放心不过。我的川儿重伤未醒，连王妃都没有，这些日子的伏低作小，全都白费了。明日谁来，几位娘娘压的是哪位皇子，就全摆上台面了。你呀，一顿饭的功夫，把一池水全搅和了。看看，不愿意待在交房殿，就回你的御书房去，少在这儿给我摆脸色。哼，这论册是何人所作？来千鸟寺考核的女郎做的。怎么样？这样的才华，比那些靠家族蒙印才得个一官半职的世家子，是不是强多了？我晋国人才济济，连娇养闺中的奴娘们都有如此抱负，何愁我晋国不繁茂昌盛？这世道给女子的规矩实在太多。本宫当年征战沙场，在京中那些世家眼里也是抛头露面、上不得台面的。可这晋国的安稳、桩桩件件都是将士拿命换来的。如今竟有女郎肯来破这教条，好得很。这文章值个7品官吧？我说你这皮猴进宫干嘛来了？原来是给你的千鸟司要恩典来了。让洪公公亲自走一趟呗。京城的鱼儿精得很，没有鱼儿怎么上钩？这是头一批，我乐意给他们抬抬脸面。洪德全没听到郡主的话，你指吧。还请问郡主，给这2位什么官职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施家嫡次女施云慧才华卓然，通过千鸟司考核，封千鸟司经历之士，正7品。明日于千鸟司报到。民女施云慧接旨谢恩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郭家树13女郭南珍才华卓然，通过千鸟司考核，封千鸟司经济都市，从7品。明日于千鸟司报到。下官蒙祖印半生，才得个7品，小女竟是从7品。我们做的考卷竟真的过了陛下的耳目。崔大人一点不藏私，能得陛下赏识，这是多大的荣耀！早知如此，我也该再用些功。千鸟司明年还考不考了？这2人为什么还不来报道？不会是家中不放人吧？哼，女子为官，千年难逢独一份，他们家里未必肯放人。你干什么去？抢人啊！这小马菊还挺爱臭美。我也要骑吗？不然你走着。你不会一开始就打算抢人吧？哼！施云慧跟郭南娇是你特意挑选的，18个人里跟他们俩不相上下的还有好几个，你偏偏只娶了这2人，你早就知道他们家里会拦。陛下亲自封官，你亲自下场抢人，这么大的动静，你是闹给全京城的女郎看的。只要他们敢争、敢抢、敢破这世道的束缚，我秦京之就是他们最大的底牌。好端端一扇大门，说倒就倒，这哪里是郡主登门，这是拆门来了。你们是谁？竟然敢破门而入！我要报官！金枝郡主到访，
还不让你们主家速速接见？这恶名有时候还挺好使。禁制郡主来了，京中小霸王，老爷夫人，快出来！这位祖宗惹不得，沾上他，脱层皮都是青的。下官郭修德携妻曹秀轩参见郡主。郭南真在哪儿？小女突发恶疾，今日卧床不起，恐不能来见郡主。不知是不是小女得罪了郡主？郡主放心，等她病好，我们夫妻二人一定带着她去您府上负荆请罪。突发恶疾，卧床不起，这借口我已经听腻了。这京城里的人一点心意都没有，翻来覆去就这一个借口。郡主，小府真的突发恶疾，府医说会过人，不宜见客，恐伤郡主贵体，还请郡主见谅。我要见的人，便是埋进了土里，也得给本郡主抬出来见。轮得到你们两个奴才替我做主？郡主，还请不要为难下官，小女今日真的不宜见人。搜。是。郡主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就算您是金枝玉叶，也不能强闯郭某宅邸。郭某是官绅，你这样，我可以去御史台告您。好啊，从现在起，你们夫妻只留一个活口，活着的那个可以去御史台告我。现在告诉我，留谁？都说这位郡主是恶鬼投胎，为祸人间。他脸上笑着，可那剑半点玩笑的意思都没有啊！数3个数，若你们二人选不出，那便一个都不留。3。留我！留我！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你们这样的夫妻才是绝配。如此天作之合，本郡主怎么忍心拆散呢？不如一起送你们上路，黄泉底下当一对恩爱的鬼夫妻，如何？郡主饶命！郡主饶命！郡主，人找到了。郡主，这家人把这位女郎五花大绑捆在床上，根本不是什么突发恶疾。你今日没来千巧寺报道，是因为他们阻拦。民女郭南真参见郡主。今日民女本要去千巧寺报道，可嫡母不分青红皂白，将民女捆了起来，不许民女出门。民女是庶女，自小在嫡母手底下讨生活，嫡母早就盘算好了，要把民女许给她娘家的侄儿做田房，后宅女子的婚嫁全由嫡母做主。千妖司的官绅是民女唯一的出路。郭夫人，你胆子不小啊！郡主饶命，不关我的事，都是我家老爷让的，是他让我把南镇捆在家里。老爷说，只要今日南镇不露面，过后就算去了千鸟司，也会因怠慢被夺了官职。你这妇人还敢胡言！郡主，一切都是他自作主张，他怕小女有了官绅，再不受他拿捏，所以才将小女捆了，不让她去奏官。郭修德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明明就是你嫉妒自己的女儿，一个小小的女子，竟与你同并肩为官。你怕的是满京城的人都笑话你，笑话你郭修德还不如自己生的女儿。都说后宅的手段瞒得密不透风，可父亲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这些年不过是装作看不见罢了。郭都氏，你觉得这两人该如何处理？郭修父曹秀金妨碍官务，按律应杖30，念郭修父给予民女骨血，民女愿替父承担10杖，还请郡主定夺。公允，准了。郭修德嫉妒自己亲女为官，伙同曹氏将亲女扣押在家，幸得京知郡主及时解救。郭氏夫妻妨碍官务，罚杖30。郭都氏感念父母生养之恩，愿分担10杖，即刻行刑，以儆效尤。阿蛮的声音是真清楚啊！家里出个官事儿，烧高香都来不及，
这当爹的竟因为眼红把亲闺女捆在家里。要多没出息的男人才轮得到去嫉妒自家的女儿。这女郎倒是孝顺，杖刑那么重，她替爹娘多了10杖，这份心难得哟。听听，被捆了1天的人替捆他的人笑过，倒成了头1等的美德，还能赢1阶的陈宋。这等糊涂道理，几时才能绝根？郡主饶命，下官知错了，饶了我们吧，再不敢了。这板子听着都替他们疼。行刑完毕，起来吧。方才那10杖可是一下没着力，郡主这是护着他呢。今日是郭都氏入职千鸟司第1日，本郡主就当为他庆祝，留你们2人一条性命。不过记住了，本郡主向来护短，若是还有下次，本郡主就成全你们，做一对鬼夫妻。找一人去师府，将郭家的事完完整整讲给看师大人听。半个时辰后，我会亲自登门去接师之官。得令。郡主这一罚，那些心里有顾虑、不敢来千鸟司的人，往后再没了后顾之忧。只要有本事站在您身边，您就护他周全。疯子与天才不过一念之间，这2庸合在一处，又会是何等天崩地裂？我忽然很期待未来。奉郡主令，郭家之事一字不漏，说与师大人听。郭修德嫉妒亲女为官，将人绑在家中，郡主破门救人，按律罚杖30，以当街行刑。半个时辰后，郡主亲自登门来接师之旦上职。宫宴上敢当面暗讽沈贵妃是妾的，满晋国找不出第2个。帝后越宠她，她越敢做。这位祖宗，咱们施家得罪不起。老爷，咱们关着云慧，虽不是嫉妒她，关着就是关着，再不放人，郭家夫妻那顿仗就是你我的下场。快去后院请2姑娘出来，更衣，开正门。臣师伯雄携家眷参见郡主。师都氏报到第1日就迟到，罚俸半月。民女领罚。以后你们2人就是官绅，隶属千鸟司，遇到上峰要称属下。属下遵命，跟上吧。破门毁宅，当街行刑，又登门锁人，横行霸道，目无刚立。刚立不刚立的老身不懂，老身只看见人家护短是真护短。施家5品门第，不缺你一口饭一份嫁妆，何苦来千鸟司受这份苦？嫡姐已经嫁了，家里轮不到我去担什么家族重任。我就是不想嫁给连面都没见过的男人。我是一个人，不是家亲走兽，不是货品。千鸟司的考核往后都交给你。是，明日一早我亲自来开这扇大门。郡主信我，这门外会站满候着进门的女郎。行了，瞧你这副模样，又在心里给本郡主添什么神性光辉呢？守好门，本郡主进宫了。太子家眷今日是否入宫？回郡主，今日只有3位皇子妃进宫，并没有太子家眷。去给柳依依递话，今晚出宫后，我有话问。属下领命。郡主来了，快坐。皇后娘娘为我们准备了甜汤，去暑最好了。说说你们的想法吧。不如我们办一场与天同寿，祝贺皇后娘娘千秋万代。我觉得应该办一场百鸟朝凤，更能体现皇后娘娘的尊贵和万民的臣服。一个要你与天同寿，那是庙里驼背的千年老龟才有的福分；一个张口万民臣服，他婆母身后的母族头一个就不肯服，还敢给皇祖父脸色看呢。既然是皇后娘娘的寿诞，自然要让皇后娘娘开心。不如
我们请些戏班子杂耍。听说皇后娘娘闺中时最爱听戏，俊集一下如何？整场寿诞，请戏坛子杂耍，到底是小官家的女儿，真是上不得台面。皇后娘娘的千秋寿诞，让满殿听一天锣鼓点子，亏她想得出来，倒是有趣。只不过，整场寿诞只有戏团杂耍，看一出是解闷。若从头到尾全是锣鼓，那就是拿皇总之的寿诞当街市了。自然不会，我为皇后娘娘准备的叫有凤来仪，有凤来仪，非无不期。戏盘杂耍不过开场凑趣，正头戏是凤栖梧桐，百鸟来贺。这出戏献给皇后娘娘的凤位。那就由二皇子妃操办这次寿诞吧。多谢郡主。小门小户出来的，倒真会钻营。时辰不早，臣妾宫里还有些杂事，先行告退。恭喜皇后娘娘得了个好寿诞。臣妾告退。怎么就剩德妃跟二皇子妃了？没选上，生气了呗。郡主爱说笑，倒是这位姑娘看着眼生。这皮猴心疼我的旧疾，特意给我寻的大夫调理身体。别说，我这旧疾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。柳依依见过德妃娘娘。娘娘这旧疾是当年随陛下征战落下的，连太医院都束手多年。柳姑娘竟有这等本事，解释如此，一家各有所长，民女恰好对症罢了。恭喜皇后娘娘，贺喜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如今凤体康健，真是上天保佑。让二皇子妃操办本宫的寿诞，真是辛苦了。过后我会让陛下好好奖赏老二的。皇后娘娘这是哪里的话？这都是他们小辈应该做的。本宫与德妃说说体己话。好孩子，去院子里找金枝玩吧。是，儿臣告退。16、17，郡主接好了。哎，二皇子妃会踢毽子。失礼了，郡主见谅。我皇祖母的院子没这么多规矩，要一起玩吗？二皇子妃，跟我们一起吧。放心，在皇后娘娘宫里，没人会说你的。自打嫁进皇家，这东西我有好些年没碰过了。那今日补回来，二皇子妃给你。好久没这样自在过了。皇祖母这院子进来了就别端着，端着累。外头都说郡州张扬跋扈，不讲情面，今日一见，倒和传闻不大一样。传闻没错，本郡主就是不讲理。哼，只看对谁讲。我的口直吃花了。那倒没有，但是你今天的眉毛画的有点粗。真的假的？我这眉毛可是画了好半天时间呢。好啊，飞燕，声东击西，全进你肚子了。先下嘴为强。二皇子妃这样看我，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妥？郡主，刚刚听闻这位柳姑娘医术高超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请这位柳姑娘为我诊一诊脉？找间清静的厢房，带二皇子妃跟柳依依过去。多谢郡主。郡主不问缘由，还替我寻清静地方，这份周全我记下了。二皇子妃，请吧。郡主，您怎么知道二皇子妃会找柳姑娘诊脉啊？你说，身为皇家媳妇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是背景。怎么几日不见，懂得这么多了？不过那是没嫁进皇家才需要考虑的，已经嫁进来的，最重要的
当然就是皇嗣了。哦，二皇子妃跟二皇子成婚多年都没有小皇孙，所以他想让依依给他个孩子。这话怎么听都不对劲，偏偏又挑不出毛病。那郡主为什么不直接让依依给二皇子妃诊脉？这样二皇子妃还能欠您个人情。我家飞燕还真是长大了，还知道收人情了。不过本郡主就喜欢别人求到我头上的样子。郡主威武！二皇子已经下场争储了，膝下没有子嗣便是头等大事。可这两口子不急，德妃娘娘也不急，连个名医都没替儿媳询过。不急，那就是他们心里早有数。所以只要依依诊过这道脉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。好人行恶一件便被定成恶人，恶人行善一件倒成了浪子回头。本郡主不过露个笑脸，人人必当我是好人，这世道荒谬有趣。郡主，皇后娘娘传膳了。猜对了，你这双手倒是越发稳妥了。母妃满意，是儿媳的本分。人家婆媳的事，本宫不插手。芝芝，多用些。郡主，您慢点吃，没人跟您抢。不差的不差，吃饭吃饭，互不染我。皇后娘娘安坐，臣妾告退。你猜猜，我今天给那位二皇子妃诊脉，发现了什么？惊天大秘问！他被人下了绝嗣药。你怎么知道？不然我为什么要你给他诊脉？我有那么好心？我就知道，今天的你也太好说话了，我还当你转性了呢。果然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该说不说，给他下药的人还挺心狠的。那绝嗣药对女子身体亏损的十分厉害，虽然脉象上看不出来，但人吃了这药，不仅不能少孕，还有短寿之症。我刚刚摸他的脉，若不是遇到我，最长不过1年，他这条命就无声无息的耗没了。二皇子还真是算计的妙呀，一切都刚刚好。能治吗？他若是早2年遇到我，还有的救，但他的身体已经油尽灯枯了，我顶多为他续命1年。1年，倒也够用了。云雀的嗓子还是治不好吗？这碧落之毒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研究的，我试了这么多次，云雀的嗓子都毫无反应。这碧落之毒流传下来都超过100年了，别急，慢慢来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快治好云雀的嗓子的。治好了云雀的嗓子，你身上那道碧落之毒也就有解了。先紧着云雀，本郡主的命硬得很。郡主，正妻，那晚在政府，你蓬头垢面的，跟眼前这张脸对不上号。民女在这门口蹲了3日，才蹲到郡主。我这几日正准备去找你，跟我进来吧。郡主，我新写的画子您还满意吗？很好，新画本轰动京城，桃花女侠的名声比从前还响。你这支笔有2把刷子。那郡主您说的恩典，本郡主说话算话，说吧，你要什么？请郡主3日后为正妻收尸。好，我答应你，3日后我会亲自去政府为你收尸。多谢郡主。这是正妻小姐。你眼神还挺好，刚才在门口我差点没认出来她。她来做什么？找你走后门的？她求我3日后给她收尸。什么？收尸？她的意思是3日后她人就没了？那她为什么不求你救她？
可能是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吧。你答应了？我许他恩典，自然要说话算数。后宅里沾上鬼神之说，轻则被逐出家门，重则要架上火堆。他还敢走这条路，可见这桩事比他的命还重。这郑家的水深得很，他不说，我也不问，3日后自会知晓。那你带上我，我还挺好奇的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副没什么慈悲心的样子。这话是夸我？是夸你，高位上坐得久了，慈悲这东西早就被磨没了，你省了磨的功夫。绑出来了，都让让！中了，我中了！落榜的也别垮着脸，考核1年1回，明年再来。从今日起，这千鸟司算是正式立起来了。郡主，楚国使团明日便会抵达京城，此次跟使团来的还有楚国的14皇子和7公主。14皇子跟他不是一母同胞，感情却深得很，是皇甫南风手里使得最顺的一把刀。7公主跟他一母同胞，打小跟在他身后转。楚国这趟的来意，是铁了心要把人接回去。你来了，我最近精简了一些饭食，现在这副容貌，你可否喜欢？饿着肚子保容貌，堂堂9皇子倒做起了痴心人。吃穿用度，本郡主可没短过你。楚国使团明日就要进京，你的14弟还有7妹也来了，想你的小跟班吗？哼，你以后可是他们的皇嫂，被他们听到你这样说，又要闹脾气了。还敢发脾气？那我还是捅得轻了。当年在楚国，本郡主伤得太重，不然哪轮得到他们活着回去？怎么今日过来了？我还以为使团进京前你都不会再出现了，是想我了吗？玉香伞不知加了多少，他竟还站得起来，这人邪门得很。这是颗毒药，敢吃吗？只要是你喂的。好啊。你不会以为我是在骗你吧？这是断肠丹，1个时辰你就肝肠寸寸断，神仙也难救。我若没了，你不怕2国战事再起？你该知道，我三哥不过就是个靶子，就算没有我，那个位置他也坐不稳。我若折在你手里，便是楚国出兵最好的由头。我还以为你真不要命呢。你想要什么？真聪明，把你们楚国的暗桩名单写给我。2国的暗桩都为战士出过大力，拔了你楚国这些钉子，往后就算再打，赢面也在我手里。原来你想要这个，我要是不写呢？那你就认命呗。你舍得眼睁睁看着我没了？皇甫南风，你是一条毒蛇，你知我知。只要放你回楚国，你一定会重燃战事。既然横竖都要打仗，我自然得换些东西。你写或不写，我都没所谓。不过你这样喜欢我，我会让你在闭眼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我。皇甫南风不过是一些暗桩，用它们换你的命，多值呀！你不会到了这会儿才要装圣人吧？给我拿纸笔。这才对嘛！关了你这么久，本郡主等的就是这一刻。人数不对，人数不对。我所知的全在这上面了。还真有。炸我！那又怎样？我要真知道人数，还用得着站在这儿
一遍一遍问你。皇甫南风，明日你14弟就进城了，离回楚国就差这一夜。人呐，离希望越近，越输不起。解药，不过就是普通的泻药丸，疼上1个时辰就无事了。秦金枝，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我的女人。皇甫南风，我劝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力气，你值得更好的，但不是我这种最好的。早点睡吧，梦里什么都有。秦金枝，你跟我一样是个疯子，很快了，等我拿回我的一切，秦金枝、晋国，我都要。按名单拿人，一个都不许漏。你们怎么会知道？带走。进了城门还不下马，这是把咱们都城当他楚国的马场了。来使骑马进城，就是欺我晋国无人。前方何人？竟敢阻挠使团进城？下马。大晋还真是窝囊，竟然派一女子前来挡路。不过本皇子可不是什么怜香惜玉之人，赶紧给我让开，否则我一边抽烂你的小脸。我说下马。我不下马，你能奈我何？竟然敢伤楚国皇子！你们大晋是想重燃战火吗？你配吗？就凭你这身份，本郡主真把你怎么样了？你父皇会为你派一兵一士吗？所有楚国人立即下马，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你们晋国这是要毁约，若是下马，我楚国颜面何存？3个数，楚国还有人没下马，我会将所有使团的人就地解决。我等着你们的皇帝派兵来打。你敢！若不是你们晋国使了阴谋手段，我们楚国怎么会签降书？真若再起战事，你们晋国打得起吗？你们晋国的皇帝知道你如此作为吗？你就不怕他治你的罪？2。真打起来，9个就换不回来了。什么？介绍一下，我叫秦金枝，告状的时候别忘了我的名字。啊，楚国人，那些也是你们楚国人。所有楚国人犯，都给我爬着回千鸟司，反抗者杀无赦。不是爱给人下马威吗？本郡主这个下马威，楚国可还喜欢？你们晋国也有战俘在使团手中，你就不怕本皇子把他们都杀了？随意，他们若没了，我自会为他们报仇。身为战俘，还能为国捐躯。这一刀也值了。郡主为我！哈哈哈哈哈！秦指挥使真是天纵奇才，刚刚成立千鸟司，就将楚国的暗桩给一锅端了，真是天佑我大晋！他秦金枝一个纨绔，怎么就撞了这泼天的大运，把楚国暗桩一锅端了？大功一件呢！这功劳落在谁手里，可还说不准呢。陛下，秦指挥使率领千鸟卫捉住楚国暗桩，确实是大功一件。但是这审问暗桩之事事关重大，千鸟司主要还是负责陛下的安全，审问查查。臣附议。臣觉得不妥。陛下，这暗桩既然是秦指挥使率领千鸟卫擒获，剩下的审问自然也该由千鸟司来做。若是将人震交出去，怕是百姓会觉得朝中的官员气度太小。崔丞相这是觉得会埋没了你女儿的功劳？审问敌国暗桩是多么重大的事情，交给一群女子，百官怎么能放心？崔丞相，别因为你的私心误国。
相属有耻，人而不止；相属有体，人而无礼。魏茶，你休得放肆！陛下，您不让我用脏话骂人，我用这文雅的话，这老贼还说我放肆。既然如此，恕老臣无礼。你个不要脸的老东西，看见功劳就要抢，这么喜欢抢，你当什么官儿？你去当强盗，想抢谁家抢谁家，看不得别人好的老烂会，事关重大，你怎么不自己去捉？是不想捉吗？女子怎么了？你是你爹生的？女子误国，你娶那么多小妾；女子误国，你还让你女儿去当小妾，怎么？你想误我大晋之国？你简直粗鄙不堪！你再不住口，我便请陛下治你的罪。你请陛下治我的罪，你几张脸？哼，还做你那国丈的春秋大梦呢！你再敢狗仗人势，老子一天3道折子，参到你告老还乡。怎么，说不过就装病？你倒啊！你现在倒下，老夫立刻给你烧纸。什么东西？2个娃娃的功劳都要抢？两位爱卿，休要伤了和气，好好说嘛。陛下，此事非同小可，绝不能儿戏。此事还是应交给刑部，毕竟审讯一事本身就是刑部的职责所在。李大人这话就不对了，那可是敌国暗桩，怎么能跟一般的犯人比较？还是应该交给大理寺。2位大人，既然暗桩是在京城之内被捉住的，那就应该交给我们巡城司。众位爱卿都言之有理，但是毕竟暗桩是由千鸟司抓获，朕直接剥夺他们审问的权利也不太好。这样，你们谁想提审，就去跟秦指挥使商量，只要他愿意将人交给你们，朕绝无二话。不过一群小姑娘糊弄几句，人自然就到手了。朕可是准了你们去要人的，要不到可就怪不得朕喽。诸位爱卿，祝你们好运。总算不止老夫一个人受那小魔王的气喽。我当初进来不过图个安身，如今咱们也算给大晋办成一件大事了。我说你怎么会用玄铁打造整个牢房？这进来的第一批犯人就这么重要？楚国的暗桩绝不可能只有这些人，你只需要重点审问一个人就可以，其他人若是不说，就杀了。我审？你以为副使就是每天喝喝茶，看看文案？我这不是没经验，怕耽误事吗？审不好还审不坏吗？嘴硬就让他吃点皮肉的苦头，再嘴硬就让他往后的日子缺点什么，还怕他不说？学到了，我这就去。指挥使，不好了，有人在千鸟寺门口闹事。这京城还真有人敢在秦大郡主的地盘闹事，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，我要你们何用？属下无能，只是那人身份特殊，属下等人不敢轻举妄动。是谁？楚国七公主皇甫岱。我告诉你们，赶紧把我们楚国人放了，否则别怪本公主拆了你们的破地方。都稳住，楚晋两国正义联姻，他保不准就是来和亲的人选。郡主抽的使团的脸，那是有陛下撑腰，咱们真伤了他，不好交代。你们晋国人都是卑鄙无耻的孬种，再不放人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？住手！胆敢伤我们七公主，你是不要命了吗？聒噪，都杀了！立正，拦住他！不，住手！我是楚国七公主皇甫岱，你是想让我楚国踏破你们晋国的城门吗？千鸟司门前闹事者，杀无赦。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，所有当值的千鸟卫罚封半月。郡主不是怪咱们没动手，是怪咱们弱了千鸟司的脸面。往后记住，天塌下来有郡主顶着，咱们只管把本分做好。战败国也敢叫嚣，
你敢伤本公主，本公主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！大声一些，我听不到。我一定会把你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！真听话。来人，把这个听话的公主跟那帮楚国奸线关在一起，外头这些人抬回使团去，告诉他们，想要回七公主，花钱来赎。我就说这左眼皮怎么一直跳？指挥使，拿了赎金换对石狮子，这对不齐拍。都说这位小郡主霸道跋扈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惹不得，这才解气。一个敌国公主也敢在咱们晋国撒野，就得小郡主来治他们。纸单上收起下巴，绷紧脸，审不好，还审不坏吗？这晋国竟然还有如此漂亮的小妞，家住哪里？可有婚配啊？小妞，你们晋国的男人都不顶用了吗？竟然让个女子出来！你来真的？等，姑奶奶，没了之前的姐，有话好说。大姐，你到底要问什么？你倒是问啊！你就拿着这刀子捅，你是变态吗？你这么大声干什么？郡主只教我往四肢上捅，没教我先问什么呀？叫什么？我没叫。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南陵。你们楚国在晋国的暗桩一共多少人？你们的任务是什么？你上面的联络人是谁？你受命楚国的哪位上居？你是第一回审问犯人吗？你问这么多，我先回答哪个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不想说吗？楚国在晋国到底埋了暗桩，我也不清楚。我们的任务是偷军方图，我的联络人在抓捕那天已经没了。我只是个喽啰，受命的是哪位上峰，我真不知道。除了京城，其他地方的暗桩怎么跟你们联络？都是跟联络人接应，底下的人也不知道其他暗桩是什么人。你们这样背井离乡，也是不容易。想家吗？自然是想的，只是我们这样的人哪有选择？是啊，哪有选择？人啊，总是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。小姐，你捅了我2刀，我都没像你这样子，好像还是我欺负你了。楚国什么样子？好玩吗？楚国当然好玩了，比晋国繁华多了，连城墙都比你们晋国高些。你笑什么？我说的是真的。高有什么用？你们楚国来签降书的使团都已经进京了。我家中有位长辈喜欢到处游历，他给我带回过一坛酒，口感绵软，还有股淡淡的梨子香，我挺喜欢的。不过应该是喝不到了。为什么？我家规矩有些多，只有那位长辈比较随性。1年前，算了，不说了，就让它成为一点遗憾吧。你说的应该梨花落，其实楚国还有一种酒比梨花落更好喝，叫踏雪寻梅。使团来晋带的礼品里就应该有这个。我看你家境应该不俗，讨上一坛应该不难。你在楚国应该身份不低吧？我以为你只是统领京城中的暗桩，现在看来，整个晋国的暗桩你应该都能调动吧？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梨花落只有楚国的国都才有，我只说了口味，你便能叫出名字，证明你喝过。这酒在楚国300两一坛，你说你小喽啰，这酒你怎么喝得起？聪明人一招错，满盘皆落索。我自是喝不起，在楚国是旁人请我喝的。哦，是谁？你应该知道我想问什么。给你1晚上的时间，明天我希望能得到答案。若是我不说呢？当然是折磨你了。我这条命没了，你什么消息都得不到。那有关系，你有一样真的猜对了，我真的是第一次审问犯人。你说你这样重要的犯人被随意的丢给我，你的性命重要吗？
真脏！来人，给他止血。好不容易分给我一个人，一会儿人没了，我捅谁去？明天见。当个疯子可真累人。秦京之要是真开戏班子，我这演技能登台了吧？审完了，这个人在楚国应该身份不低，能调动暗桩，但是应该不是楚国安插在晋国的暗桩统领。怎么说？我问他楚国什么样，他说楚国的城墙都比晋国的高，证明他没来晋国前是生活在楚国的国都。我说想喝梨花落，他说踏雪寻梅比梨花落好喝，还说使团里的礼品单上就有这种酒。他连礼单上有什么都知道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还能是小喽啰？哼，他都能被我骗住，暗桩统领这个德行，楚国离亡国也不远了。你倒是另辟蹊径。他那眼神里对女子的轻视都要溢出来了，那我就顺顺他的心意。你说他的身份能不能管楚国舀点东西？那就看崔副使能不能撬开他的嘴了。明天换一套说辞。指挥使，大理寺卿袁大人、巡城司王大人、刑部尚书李大人求见。今天这么热闹，让他们等着。他们不会是来要人吧？这帮大人不能这么不要脸吧？天大的功劳面前，脸皮算什么？云雀，你不会是要睡觉吧？我劝你也去睡一觉。我忽然就困了呢，我明天应该把环儿也带来。锦之郡主到底什么时候来见我们？指挥使公事繁忙，忙完了自然会见几位大人。他能有什么公务？既然他有事，我们找崔莹崔小姐也可以。崔副使也在忙公务。哼，这千鸟司的官威倒是大，一个小小的千鸟卫竟然敢对本官甩脸色。既然几位大人无事吩咐，卑职告退。太不像话了，简直就是1级4月！太过分了！我等好歹是朝中为官多年，这锦之郡主竟然就这样把我们晾在一边。哟，几位还在呢？几位站着做什么？快坐。郡主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敌国暗抓事关重大，审问还是应该交给我们大理寺。审问一事从来是我们刑部的职责，还请郡主将人交给刑部。这暗桩在京城中抓获，理应由我们巡城司接手。行啊，几位大人准备给我多少银子呢？什么银子？哎呀，几位大人，不会是想空手套白狼吧？请郡主莫要再胡言乱语。在这儿，请叫我秦指挥使。你们知道的，本郡主一向不喜欢仗势欺人。你们若是换我郡主，是要给我磕头行礼的。秦指挥使，还请你以晋国存亡为大任，将人交给刑部。晋国的存亡，如果我记得没错，这晋国的边疆可一直是我秦家守着的。战败国的使团今日刚进京，以大晋存亡为大任，我秦家可是拼了个干净，只留下一个孤寡老头，还有一个弱智女流。李大人，这是一句话，要把我秦家的功绩抹个干净。秦指挥使，秦家的功绩自在百姓心中，可总把功绩挂在嘴边，是不是有功高盖主、不敬天威的嫌疑？哦，那你去问问陛下，秦家功高债主，他打算如何处置杀了我们秦家满门吗？不如现在就进宫问问陛下。秦指挥使，女子做审讯一事，终究还是不妥。指挥使有所不知，这些暗桩十分狡诈，若不用些手段见些血，他们是不会招的。袁大人刚才说什么？本指挥使没听清。秦指挥使，到底怎样你才愿意把人交给我们？李大人，你这怎么人到中年记性就不好了？刚刚不是说了你们能给我多少银子？既然几位迟迟定不下来，这样，我说个数，1000两，1万两，我给你1万两，你把人交给我们。
1万两1人。什么？秦指挥使，你耍我们？你们也配？秦指挥使执意如此。3位大人，快去筹钱吧。这些暗桩可是奇货可居，你们不会以为只有你们3人想要吧？既是如此，李某告辞。秦指挥使，容我2人回去思索一番。静候佳音。我真是高估了这帮大人，堂堂3司主官，竟一点脸皮都不要。让所有千鸟卫集合。今晚会有人来劫狱，凡是闯进千鸟司大牢者，一个不留。晚上这就交给你了。你不在这坐镇？咱俩留一个就行。再说，我明天还有事呢。什么事？能不能带上我？跟着这位指挥使，桩桩件件都刺激得很。上朝？原来明天的事是这个。千鸟卫护驾，我这指挥官明儿就能光明正大进朝堂。头一回上朝，倒要瞧瞧都有哪些老熟人。哟，正主来了。老头儿，听说这几日在殿中十分威风啊。你这小混走怎么来了？上朝啊，千鸟卫总指挥使，负责贴身保护陛下安全。你就是你皇祖父最大的不安全。你看什么？皇祖父要是真有危险，我就把你这老头当武器扔出去阻敌。啊，这金枝郡主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女子出现在朝堂之上，成何体统？就是，这不是胡闹吗？陛下未免也太过溺爱了。老头心眼真小。陛下，大殿是陛下与百官议论朝政之地，怎能容审女子登堂？敢问杜尚书，千鸟卫成立之初的用意是何？自然是保护陛下的安全。所以杜尚书是在故意找茬。杜尚书，上次都跟你说，别胡闹。这上朝呢，我护驾，名正言顺。既然郡主在此，那交接楚国暗桩一事，也应尽快交接。交接？交接给谁？交接给你杜尚书？自然不是老臣，只不过这暗桩事关重大，千鸟司资历尚浅，还是应该交给专门的人来做。不知道杜尚书有什么人选？臣提议，应由枢密院接手此事。哼，枢密院管的是兵权，可空了几十年，早是个空架子。杜尚书这是冲秦家的兵权来的。杜尚书的提议甚好。好说话的反常。不过，他就知道还有后话。想要这暗桩的人实在太多了。我若直接把人交给枢密院，那对其他来跟我交这的大人多不公平。我可是答应了大理寺的袁大人，还有巡城司的王大人，刑部的李大人说会优先考虑这3位，不如杜尚书跟3位大人先商议一番，
定好到底由谁来接手这些暗抓。小郡主今日倒是通情达理。通情达理，我看是城主在凶。昨夜派去劫狱的人一个都没回来，今早千鸟寺门口还挂了几具尸首示众。不过各位要尽快。昨日夜间，竟有这些暗桩的同伙想来劫狱，已经被崔副使率领的千鸟卫全部拿下。牢里的暗桩，只当是有人要灭口，已经有人撑不住，开始交代了。各位大人若是再慢些，就算把人交给诸位，也没什么用了。人都开口了，咱们再抢还有什么用？就依郡主所言，谁能讨得郡主欢心，这些暗抓便归谁。好得戚！众位爱卿，可还有其他事情上奏？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楚国使团已经进京，宏图司已将人安排在了驿站，等使团休整，明日进宫见驾。此事由你弘离寺督办，莫要出什么差差，节外生枝。是，陛下。陛下，弘离寺少卿一位一直空缺，臣要举荐一个人。这少卿都空了多少年了？哼哼，爱卿一向慧眼识珠，不知爱卿准备举荐何人？魏林，我儿子。魏大人，这恐怕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举贤不避亲，能者居之。还是说你有更好的人选？魏林，永安楼卞百生那个。陛下，臣相信魏大人的品行。若只是因为避亲就错过好的人才，这才是大晋的损失。魏林名不见经传，怎么任如此重要的职位？弘龙寺涉及两国邦交，事关重大，还请陛下三思。那我去。这魏大人那张嘴，明日见使臣，后日楚兵就打过来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魏大人在朝中举重若冰，怎么能到我那小小的红驴司？微臣年纪渐渐老了，正缺一位年轻人帮帮老夫。魏大人的公子，微臣是十分满意，还请陛下恩准。他这是怕请来魏大人，明日见了使臣，后日楚国就该打过来了。鸿胪寺主事既然是娄昭，他都这么说了，朕自然没什么好说的。洪德全，你旨封魏林为鸿胪寺少卿，明日即刻上任。多谢陛下。你不是来保护朕的吗？这又干什么去？这都快晌午了，当然回皇祖母那儿用午膳。您没人等着吃饭，我可有人等。小兔崽子，你站那儿别跑！陛下，陛下，注意龙体！陛下，这小兔崽子还真能跑。您没事该锻炼锻炼了，这么点路就累成这样。陛下这是怎么了？先去给陛下撑伞吧。郡主，陛下应该不怕被晒黑吧？快去吧。好你个小肥燕，朕平日待你这么好，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你。你这心里就只装着这小兔崽子。
陛下您玉树临风，晒黑一点也不耽误您帅气。可郡主皮肤这么白，万一晒黑了可不得了。啊，对了，郡主，二皇子妃来给皇后娘娘请安了。她说有些寿诞的事想跟您商量，这会儿正在宫里等您呢。老二这媳妇儿一向妥帖，跟朕其他那些儿子娶的都不大一样。确实不大一样，一个被人骗进陷阱里的倒霉蛋罢了。我的乖孙，今日头一回上朝，怎么样啊？倒是没闯祸。如今有魏大人在朝上，闯祸这事儿可轮不到我了。倒也没说错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坐吧，这回你母后的寿诞辛苦你了，只要办得妥当，朕一定好好赏你。这都是儿臣的本分。老二媳妇说，有些寿诞的事要跟金枝商量，正好她回来了，一会儿用膳，本宫再让人去叫你们。是，母后。皇祖母，我要吃乳蕨。知道啦。二皇子妃想跟我商议什么？郡主想要什么？我被人下了绝嗣药这件事，郡主一早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猜的。柳依依给你诊过脉之后，我才确定。那郡主一步步引着我，自己发现这件事，到底是想要什么？你比我想的聪明，不过我没什么想要的，就是觉得有趣罢了。那一日的体贴随和，全是装给我看的。你一步一步把我引到这绝嗣药跟前，眼前的郡主才是真的你。我想请柳姑娘替我治病，这件事我谁都不敢求，只能求郡主。我想活。可以，不过你能拿什么跟我换？想活命，总得拿点筹码来。我可不是什么圣人。我知道兄主自小养在皇后膝下，与娘娘情分极深。太子是陛下与娘娘如今唯一的血脉，所以秦家一定会站在太子身后。我发现二皇子有争储之心，已经开始拉拢士族跟朝臣，他将来必定是太子的心腹大患。我愿意为郡主收集二皇子结党营私的证据。我可听说二皇叔跟你情比金衡，百姓都称你们是在世比翼鸟。你忍心把二皇叔送下地狱去？什么比翼鸟？我那点痴心仿佛被风吹散，全错付了。郡主想知道我为什么敢拿夫君的命来换我自己一条活路？那我把我这些年的事原原本本说给郡主听。我爹是翰林院一个五品官，我这样的家世本是嫁不进权贵门第的。那年去相国寺的路上，我们遇了刘匪，眼看性命就在别人手里。那少年救了我，我还没来得及道谢，他就踏马走了。我那一颗心从那天起就暗暗许给了他，只当此生再难相见。姑娘，你怎么总这么倒霉啊？不过我运气好，分你一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二皇子。他头一回动用皇子的身份，就是来求娶我。我以为是老天待我不薄，恩爱两不疑，多拙劣的笑话，我竟信了这么多年。成婚那夜，他就给我下了绝嗣药，只因一个五品小官的女儿不配生出皇嗣。可我是他明面上最好的挡箭牌，没人会怀疑这样爱护发妻的二皇子早就包藏祸心，只等一个时机搅动风云。
我知郡主还有顾虑，不过我会送上我的投名状。好啊，只要让我满意，我不仅让柳依依给你医治，还能让你父亲的官职动上一动。请郡主等我的好消息。父皇尝尝这道，母后说您近来胃口浅，这个刻画的洞。你这孩子就是妥帖。知道你惦记，特意让小厨房给你炖的，慢点吃。朕看你眼里就只有你皇祖母，连只乳鸽都不晓得让朕一口。您方才追着我跑那一身汗，焚烧，我要致死！金枝郡主，难怪这般嚣张，秦家的男丁，可都没在了跟咱们楚国的战场上，人头都送到驿站来了，这是警告咱们，再放肆他不会留情。金枝郡主，赎金我们带来了10万两，可否让我们把七公主带回去？几位，这对石狮子可是本郡主的心头爱，你们的公主竟把血吐到他们身上，你们说说，这10万两够吗？郡主，10万两换一个，咱们一对儿都换了。真机灵，以后在楚国混不下去，记得来金国投奔本郡主，把楚国七公主带出来，人家来赎人了。你给本公主等着！哦，不等。问出东西了？本副使聪明绝顶，怎么可能问不出来？那个笨蛋竟然也是楚国的皇族。他是楚国长公主的儿子，是楚国皇帝的亲外甥。不过他生父不详，所以随母姓，他叫黄埔南流。楚国长公主可是楚国大皇子的人，跟皇甫南风压根儿不是一个阵营。正是，我听着这位长公主膝下统共就这一个儿子。这些都是你问出来的？当然不全是。昨儿晚上我就觉得不对劲，他一看就是养尊处优长大的，手上只有淡淡的宝茧，明显是最近才磨出来的。我又翻了楚国宗亲，还有几个要紧官员的名册，连楚国志文都翻了，根本就没有姓南的人，所以我就炸了他一下，冷不丁叫他一声皇甫南林，他嘴上没应，可那眼神没藏住。旁的不必细问，无非用了点小手段吓唬吓唬他罢了。皇甫南陵名单写得这样痛快，这是想让本郡主给你当刀使呢。你现在胆子倒是大了不少。近墨者黑吧。他是偷嫖来的，没人识得他的脸，本该跟着使团神不知鬼不觉回楚国去，可偏偏是皇甫南风把他给抖出来的。南风这个疯子倒真有些本事，被关了这么久，还能摸清他这外甥的行踪。皇甫南风这是想断他亲姑姑那条线路，还是想拐着弯跟本郡主谈条件？走，去看看这个皇甫南平。还审啥？我前些日子管柳依依要了补气血的药丸，给她喂2粒，晕死过去。看她再晕死过去，什么都问不出来。好你个狠毒的丫头，心黑透了，我还当你是什么名门闺秀。那袋子老鼠还在吗？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哦，皇甫兰陵，我见过你，是皇甫南风暴露了你的行踪。你可知道，楚国使团这趟来晋，目的之一就是换回皇甫南风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皇甫南风在我手上。你
到底是谁？我姓秦，这个姓将来会是踏破你们楚国第一杆插上的军旗。你是秦业的孙女，我可以放了你。皇甫兰陵是你们楚国皇帝最疼的儿子，才干在所有皇子之上。可你母亲支持的是大皇子，是他泄露了南风的消息，才害他叫我活捉。南风为了断你母亲的后路，把你的行踪给了我。这么算下来，本郡主倒成了最大的赢家。给他松绑。你真要放了我？皇甫南陵回楚国是势在必行的事，我只怕你们那些皇子争不过他。他一旦回去坐上那个位子，很快就要跟我大晋刀兵相见。回去告诉你母亲，之前承他的情，这一次算我还了。你想我楚国内乱？为什么不呢？给他一匹马，告诉你母亲，让那位大皇子动作快一些，明日使团就要进宫面圣了。怎么就这么放走了？也不换点东西再走？我还想着再给他造一间牢房呢。螳螂捕蝉，本郡主这只黄雀就在后头等着。速召所有千鸟卫，包围镇北王府。你这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撑住，援兵就快到了。来的正好，一个都别放跑！云雀，拿下他！使我一记撼天拳！把这些人都带回千鸟司。皇甫南陵，你又被抓了。他武功这么高，原来在牢里是故意被抓的。你早就知道，我会来镇北王府投军防土。皇甫南风在这儿，你自然要来镇北王府。你效忠的，从头到尾都是皇甫南风。难怪九哥说，对上你一定要小心。你真的很聪明。不过你嘛，倒是有点笨。我就说，怎么这么容易就让我审出来了？我就说哪儿不对劲。这回你可以好好再审一审，把他也一并带回千鸟司。清点伤亡人数，死者好生安顿家属。是。果然骗不了你。皇甫南陵来晋国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救你回去。皇甫南风，你还真是不老实。你什么时候猜到的？从他被审出是皇甫丹陵的那一刻起，你跟他母亲不是一路人。当初你能被我捉住，就是因为楚国长公主传来的消息，所以在我眼里，你给了我皇甫南陵的名字，就是想报复你们长公主，给你当刀。你心里清楚，只要我知道皇甫南陵的身份，就会看穿你的意图。我一定会放了他，因为我盼着你们楚国内乱，怕你回到楚国也登不上那个位置，而皇甫南陵便可以趁乱把你救出去。使团不过是个幌子，你不会跟使团走，你要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回楚国，这样在最短的时间内，你便能掌控楚国的情势，借机起兵。只可惜你选的人太笨了，他每一个反应都像被人摆好了一样，顺得不像话。顺到这般，我还猜不出你们俩的算盘，那我可就白活了。果然还是我的金枝。但是你给我添了太多麻烦。
所以我要给你一点教训。果然还是这般狠，毫不留情。我没看错你。进来。这密室口也太黑了，台阶又陡，差点把我摔个半残。哇，好刺激！把他的脚筋接上。睡吧你！还敢小瞧姑奶奶？他刚才那一抓，准是想拿我当人质，要挟你。我可是见过大风大浪的，哪能让他得逞？你这手倒是真稳，下剑这么准，伤口平平整整的。嘿，正刚好，这种断了的筋我还没亲手接过呢。能用就行，要不是留着它还有用，我早把它四肢的筋都挑了。明日跟我去一趟政府。政府出人命了？放心，给你找了帮手。是你？这个人当众截停我楚国使团，还扬言要把使团全部杀光。陛下，是不是该给我们楚国一个交代？晋国这是不想跟楚国签友好盟约了吗？这是我的孙儿，被我惯坏了，性子顽劣了些，不要介意。他要把我整个使团都杀了，陛下就义举顽劣。祖父义举顽劣，便替我把天大的事压成了家事，这就是我的底气。陛下这是什么的意思？是瞧不起我们楚国吗？那你们楚国使团进城不下马，又是什么意思？纵马直闯敌城，全无礼数，我晋国的威严又往哪里搁？哼，那又如何？本皇子在楚国京中也是随意纵马，哪有你们晋国这许多规矩？陛下息怒，我等不知晋国规，并无冒犯之意。此次前来，是想与晋国签订友好盟约，接回我国九皇子，这是我国奉上的礼单。什么九皇子？楚国九皇子不是早被镇北王重伤，昏迷不醒了吗？可不是，这一仗楚国都签了降书了，又来要什么人？不是友好盟约，是降书。你们晋国用了什么卑鄙手段，才赢了这样羞辱我们楚国？还敢这样羞辱我们楚国？你们晋国的人都这么无耻吗？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最烦照造的人，还有见到我国陛下要跪。你们楚国要是只拿得出这点东西，那人我就杀了。你敢动我九哥，我楚国大军定会踏破你们晋国。哦，你猜我敢不敢？贵国若是不满意这礼单，我等回去再行商议。定给贵国一个满意的结果，只是不知可否容我等先见一见我们九殿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微臣齐天行。那就等各位跟鸿胪寺商议出结果，我会让你们见到人的。既然楚国想重新商议，那朕就给你们一些时间，等与鸿胪寺商议完了，朕会在宫中设宴招待你们。锦之，快把剑收起来，别伤着14皇子。有个这般跋扈的郡主，瞧着也不赖。可你们瞧出没有，这位小郡主怕是没那么简单，
连咱们都不知道的敌国九皇子，他竟一清二楚。这到底是陛下的意思，还是秦家的手段？这个疯女人怎么这么眼熟？我一定在哪里见过她。郡主，你爹是做什么亏心事了？君上就别取笑我父亲了。臣是想来问问君上，跟楚国商议，想要个什么结果？这事儿怎么不去问陛下？说好的，臣是跟着您做事。让你爹听见这话，非得打断你的腿。哼！我要封牢关。封牢关易守难攻，是两国交界的紧要关卡。当年楚国就是占了它，咱们才一直攻不进去。臣明白了。那位小祖宗跟你说什么了？郡主让我跟楚国多要点东西。就是个小财迷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一仗跟楚国打了这么久，劳民伤财，叫他们吐点血也是应该的。去给我备马车，带上王府的府兵，咱们去郑府。郑妻既然能求到我头上来收尸，那便是不想让他走得无声无息。我这身份，这名声，足够把他这条人命闹得满京城都听见。哎呦，这哪是人？这分明是棵行走的摇钱树。说好了啊，今天要是还得验尸，你这金镯子分我一个。发财了，买2个金金的，捞起一只就往嘴边了。是实心的。郡主，这是我千鸟司的仵作。女主作，我还是头一回见，往后可得多多指教。你这手是常年碰尸体熏出来的，不打紧，我给你配一种药膏，抹上1个月，准能养回来。未来的天下第一神医柳依依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人家好害羞的嘛。我这鸡皮疙瘩全起来了。哼！今知郡主驾到，政府众人速速出来迎接。撞门！臣郑弘文参见郡主。郑七九不必多礼，我与你女儿郑妻是朋友，听闻她重病缠身，今日特来探望。多谢郡主挂念，只是今日小妻突发袭症，已经去了。怎么回事？她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突发袭症？是真的，小女这些日子一直缠绵病榻，本想着将些时日就好了，谁成想她就这么去了。既然如此，本郡主就送她一程。灵堂在哪儿？我去为她上一炷香。不可！府医说，小妻得的是肺燎，会传染。郡主千金之体，若是染上肺燎，政府就罪过大了。肺燎才会传染人，而且患肺燎的都是慢症，没有谁是突发急症走的。这位姑娘怕是不知道肺燎的厉害，臣妇也是为了郡主着想。我行医多年，治好的肺燎病人没有100，也有80。你说我知不知道他的厉害？你们在骗本郡主！臣妇不敢，臣妇真的是为了郡主着想。让开！郡主对小妻情深意重，既如此，郡主请。今日事发突然，还没来得及给小妻备齐灵堂，只好先简单摆一摆。开棺！郡主这是做什么？本郡主既然已经来了，自然要见正妻最后一面。郑夫人这么激动做什么？死者已逝，郡主此时开棺，岂不是打扰了小妻安息？你要拦我？郡主想见小妻最后一面，我等没有阻拦的道理。你干什么？郡主这是做什么？
您说是我女儿好友想来悼念，可一进门又是开棺，又是惊扰遗体。郡主若心不诚，还请速速离去。我家中与宫里也有些渊源，郡主若想对我女儿遗体动什么手脚，拼了这条命，我也要进宫请陛下主持公道。郑姬就这么紧张做什么？难道心里有鬼？告御状这种事我最熟悉了，不用拼命，一会儿本郡主就能带你入宫。但现在我怀疑正妻死得蹊跷，来人，把正妻的尸首抬出来验尸。不可以！你们真是无法无天！我要见陛下。今天谁也走不出政府，把政府给我围了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吵！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他受的不是病，是人一下一下加在他身上的苦，新的伤压着旧的伤，这样的搓磨受了不是1天2天了。燕，我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。正妻不怕死，也不怕背着那些脏名声死。他拼着这一口气来求我替他收尸，从来不是想入土为安，他是要让他的死把整个郑家一并拖下水。去，把郑家所有人都叫来，女子进内堂，男人站在外面。天香楼救出来的那些姑娘身上的伤和正妻一模一样，这郑家的下作根本不止一桩。所有人脱掉衣服。这府里的孩子身上的伤和正妻一模一样，有人把活生生的人当成换好处的东西。书香世家，当世大儒所在的郑家，竟然是这般安杂地方。一人，你怎么配当人呢？疼吗？正妻死的时候，应该就是这样的滋味。但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。郡主饶命！郡主饶命！我猜，这一院子里没有一个是你生的，那你自己的儿女在哪儿呢？郡主饶命！他们都是无辜的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是问你，他们在哪儿？求救主饶命！你看，你自己的儿女知道疼惜，为什么要这样作践旁人？把郑家所有人带回千鸟司。放心，你所做的这些事，我一定会清清楚楚地公之于众。我要你连同你背后的人身败名裂，涌现地狱。猪狗不如！枉我那样敬重郑七九，他竟然这般人面兽心！查，把所有跟政府有过来往的官员，一个都别落下。还有，查郑弘文的嫡子嫡女，如今在何处？好。郑弘文跟德妃是什么关系？他们都出身荥阳郑氏，论起来，德妃还得叫郑弘文一声表兄。这位二皇叔倒真是图谋远大，拉拢官员，无非女子、银子两样。那些道貌岸然的人看不上沟陵里的脂粉，偏挑门第不显却有才气的女子来配他们的人模狗样。德高望重的忌惮家最出这样的人，郑弘文在宫里的根，原来就是这位郑德妃。荥阳郑氏这条根，我替陛下一寸一寸刨干净。明日我会把郑弘文的罪证一并呈上去，愿意站出来指证他的，出来。我愿意。我是你父亲。父亲，可曾把我们当成过你的子女？你把我送出去那年，我才10岁。我生你养你，你的一切都该由我做主。为了郑氏一族100年的基业，这算得了什么？父亲，你已经没有人性了。
愿意的人到另一个牢房去，请。剩下这些，连不愿意跟他们一条道走到黑的，按律处置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？我们也是受害者，我们有什么错？正妻本可以不必死的，他是为了救你们。既然你们不肯让他如愿，那就下去陪他。郡主，你要的人我带来了。让他们进来。这2位交给你们看管，好生看着，别让他们死了，也别让他们松快了。遵命。我不会让你们死，也不会让你们活。这泡在泥潭里的氏族权贵，是千百年留下的烂疮，我会一点一点把他们清干净。有野心不是坏事，可这样的野心实在叫人作呕。他既这么想坐那个位置，那我偏不让他如愿。魏少卿，你觉得楚国重新交过来的这份礼单如何？魏某刚刚上任，这种事还是大人您来拿主意的好。无妨，我听说过你的事迹，舌战百位学子，不落下风，颇有你父亲的风范。你父亲魏大人当年的英雄事迹，我等也是十分推崇。这次谈判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说来听听。既如此，那魏某倒是有几分想法，讲与大人听。楚国与我晋国交战多年，我晋国劳民伤财，补偿些金银，这些都是应当的。可既然是投降，那自然也该有投降的样子。我觉得楚国该献出城池，才显得出真心投降的诚意。你心中可有想法？这10几座城池都是富庶之地，挑哪一座对我晋国都是大有好处。既然你心中已有规划，那这次跟楚国谈判就以你为主。放心，鸿胪寺其他人都会帮你的。魏某绝不辜负大人的信任。各位大人，我们已经商讨过了，贵国这份礼单诚意不够。既如此，不妨请贵国告知我等，这礼单还需添些什么？齐大人这般痛快，那魏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九皇子还攥在我们手里，这样重的一个筹码，自然要为晋国多换些好处。先开口要些不可能的，回头再谈那些可能的，就容易得多了。我们晋国想要这15座城池，眼神却纹丝不动，作为你们楚国投降的诚意。刘大人，小心！你们晋国怕不是疯了？你们晋国什么意思？这是狮子大开口，哪有这样张口就要的？脸皮厚成这样！15座城池，你们怎么不说？把我们楚国的国都也一并给你们！战败国理应如此。魏大人，楚晋交战多年，你也不想战火重燃吧？若不是你们投降，这战火根本不必重燃。我们晋国的火早就烧进你们楚国的国都。你竟敢侮辱我们楚国！我们楚国铁骑1000万，岂是你们说打进去就能打进去的？你们降了？楚国边防森严，你们晋国攻了10余年都没攻破，竟敢说这种大话，也不怕被人笑掉大牙？你们降了？若不是你们晋国人卑鄙，拿我们九皇子来要挟，我们怎么会签下这降书？哦，你们不仅降了，将领还被活捉了。魏大人，看来你是一点谈判的诚意都没有。齐大人多虑了，
我是真心实意的，很想要这15座城池。既然魏大人没有诚意交谈，那我等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既然如此，贵国九皇子，各位想必也不想接回了。一个用兵如神的九皇子，回国之后必成我晋国的心腹大患。15座城池，换楚国一个英才寻常陨落，倒也痛快。既然诸位不想谈，那我们明日再议。刘大人，走吧。几位大人放心，魏某自然不会真的让楚国交出15座城池。楚国九皇子还在咱们手里，这么重要的筹码，魏某自然要为金国多争些好处。先说些不可能的，再谈可能的，就容易多了。魏少卿啊，方才你那一开口，可把老夫吓得不轻。我等也是，没想到魏少卿年纪轻轻，竟这般老耐，是我鸿胪寺之福啊！魏少卿，下次再有这样的事，你提前跟我们这帮老家伙打声招呼，我们也好帮着你一道使劲儿。是魏某考虑不周，下次一定提前告知。明日这场怕是更精彩。到底是什么人传出来的？回殿下，消息一夜之间传遍9城，已经压不住了。殿下，听说那郑弘文的第7女跟金枝郡主是好友。那日上门探望，偏生再没能回来。秦金枝，那个小疯子，什么时候竟也有朋友了？殿下，这位郡主最是护短，他的人要是被动了，不搅个天翻地覆，他绝不会罢休。若不是父皇和母后给他撑腰，他秦金胄哪来这么大的胆子，敢这般胡作非为？把尾巴都给我擦干净！此事务必不能跟我扯上关系。郑文博在牢里被看得死死的，这时候动他，反倒引火上身。那郑弘文夫妻怎么办？此事仿佛烛光也压留活口。属下明白。哼，都是死事啊！萧颖这事，连一个活口都舍不得留，这就沉不住气了。一会儿把郑家人的尸体全抬出来，摆在这些刺客旁边。是，去把御史台的各位大人，还有魏老，都请到千鸟司来。是，郡主。魏大人，不知郡主深夜召我等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们不会是不敢进去吧？这点胆量还进什么御史台？啊，这哪里像是胡闹的地方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左边躺着的是郑弘文的家眷，右边躺着的是来灭口的刺客。什么？竟还有人敢来灭口！这些刺客的身份可查出来了？这些人都是死士，被制服就咬毒自尽了，不知来历，也不知身份。天子脚下竟敢杀人灭口！明日我定要上奏陛下，彻查此事。我等明日也必定上奏，严查这帮狂徒。天子脚下行凶灭口，今日无法无天。
刺客咬毒是死事，查不到萧颖头上，留住活口，才是钉死他的那枚钉子。各位别急，本郡主带各位去见个人。秦禁之，你不会有好下场。说的话，一般都做不得数。堂堂国子监弃酒，竟干出这种罔具人伦的勾当，猪狗不如！落到这般田地，简直就是报应。这些是郑弘文还活着的家眷，本郡主把他们留在这儿。诸位大人，意下如何？郡主大义，还请郡主务必把郑家的活口护好了。我等明日上奏陛下，定会严查此事，绝不姑息。本郡主所做的这些，不过是为了那个惨死的袍友。你想动的是郑家，还是二皇子？有什么不同？那一位毕竟是陛下的亲儿子。老头儿，你老了。我知道你心里那点抱负，可你若是真动了皇子，陛下必定会跟你生出嫌隙。说你老了，你还真就老了。若是怕了，就赶紧辞官回家养老去吧。大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林，他是陛下藏在这满城烟火里的一把刀。陛下，御史台联名上奏，郑家的案子桩桩件件，触目惊心。传朕的旨意，此案交大理寺刑部、御史台三法司会审。老二这次巡盐有功，朕一定好好赏你。回父皇，这不过是儿臣分内之事。儿臣这些年只顾着游山玩水，没为晋国做过什么。这回巡盐也是心里过意不去，哪还敢要什么奖赏？哈哈哈！这么多儿子，就属你的性子跟朕最不像，天天就爱游山玩水。可这回巡盐，你功不可没，你也到了而立之年了。洪德全，你旨封二皇子萧隐为明王，赐封地2州。奴才遵旨。谢父皇。封了王就得去封地，无诏不得再入京。这位爷2州副属，陛下这是要保他，做个安稳的富贵贤王啊。下个月就是你母后的寿诞，等为你母后过完寿，你再启程去封地。儿臣都听父皇安排。恭喜明王殿下，贺喜明王殿下！